有段很有深意的话：聪明的人从来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，近则不恭，远则生怨。智商高的人没有朋友，情商高的人没有敌人。年少时谁不喜欢交朋结友？然而走过半生才发现，能走到最后善始善终的很少。人性很复杂，人的感情也很复杂。初见时都非常知理懂理，客客气气，一旦走近了，变得亲密了，就开始没有边界感了。交情越久，关系越亲密，言谈举止就越随便。其实不是说亲密不好，而是说与任何人相处都要把握好尺度。再亲密的关系也不能没有边界感。所谓近之则不恭，远之则生怨。走得太近，就容易说话做事不顾及，让关系变得心累。爱得太重，就容易产生控制欲，过度窥探干涉对方的生活。任何关系没有了边界感，到头来都会是一场灾难。现实复杂，很多家庭问题、情感纠葛都是源于边界感的缺失，最终渐行渐远的。人与人之间太过熟悉，衍生出的往往不是恭敬，而是随便。太过随便衍生出的也常常不是尊重，而是轻慢。近之则不恭，远之则生怨。老祖宗的这句话道尽了人际交往中的微妙与复杂。当我们初次与人相识，往往都以礼相待，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彼此之间充满了尊重与客气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关系逐渐升温，一旦越过了某种界限，变得过于亲密，情况就可能悄然发生变化。曾经有一对亲密无间的好友，起初两人一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互相扶持，亲密的关系令人称羡。但渐渐的，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入，其中一人开始毫无边界感地介入对方的生活。他会随意翻看朋友的手机，对朋友的工作选择、恋爱对象评头论足，甚至在未指得朋友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替对方做一些决定。而被干涉的朋友从最初的隐忍到后来的不满，最终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，一段曾经深厚的友谊就此破裂。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罕见。当关系变得过于亲密，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失去边界感，言谈举止变得随便，认为关系好就可以无所顾忌。但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着自己的想法、习惯、生活节奏和个人空间。过度的亲近意味着过度的介入，会让对方感到压抑和束缚，原本和谐的关系也会因此出现裂痕。家庭中亦是如此，有的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，过度地参与孩子的生活，从学业规划到职业选择，再到恋爱婚姻，事事都要干涉。他们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却忽略了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和感受。这种过度亲密的亲子关系，往往导致孩子的逆反心理，破坏家庭关系的和谐。而在婚姻关系中，夫妻双方如果缺乏边界感，彼此过度控制和干涉，也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，使原本美好的感情陷入困境。由此可见，在任何关系中，边界感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没有边界感的亲密，如同没有缰绳的野马，最终可能会将关系引入灾难的深渊。真正聪明的人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不会和任何人走得太近，始终在亲密与独立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。人性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存在，在足够的利益面前，它往往经不起试探和考验。古往今来，无数的故事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残酷的现实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许多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在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，最终反目成仇。比如，一些创业团队在创业初期，成员们齐心协力，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。然而，当公司逐渐发展壮大，面临利益分配等问题时，矛盾便开始显现。有的人在利益面前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惜违背曾经的誓言，背叛曾经的伙伴，导致团队分崩离析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。一些看似坚固的友谊，在金钱、权力等利益的冲击下，瞬间土崩瓦解。有的人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就出卖朋友的信任；有的人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多年的交情。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，永远别高估与任何人的关系，也别低估人性逐利的规则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寒冬里的刺猬，互相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，彼此离得太远却又会感觉寒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、生活现实和各自的困境。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人性中的弱点往往会暴露无遗。所以，聪明人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利益的漩涡中心，不会和任何人走得太近，以免在人性的考验面前受到伤害。古人常说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一个淡字道出了相处的真谛。淡淡的相交，彼此都安全，不过分浓烈，过浓容易腻，容易累。而且在浓烈的关系中，一旦涉及利益，往往更容易引发矛盾。也不过分疏远，太过疏离，容易让人生怨。淡淡的关系，淡而不腻，淡酒生香，反而更容易长远。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，让我们变得更好，而有的人则会不断地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情感，让我们陷入疲惫和痛苦之中。聪明人能够敏锐地分辨出这两种人，并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关系。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从不顾及他人。他们会频繁地向你索取帮助，却从不懂得回报。他们会在你面前抱怨生活的不如意，把负面情绪一股脑地倒给你，却从不关心你的处境。和这样的人走得太近，会让你感到身心俱疲，仿佛自己的能量在不断地被稀释。比如，有一位职场人士，他有一个朋友，总是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找他帮忙。一开始，他出于朋友的情谊，每次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对方。但渐渐的，他发现这个朋友变得越来越依赖他，而且对他的帮助也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个朋友还会在背后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，
甚至抢他的功劳。最终，这位职场人士意识到，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一种消耗，于是他果断地减少了与这个朋友的往来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负面能量，他们消极悲观，对生活充满了抱怨，总是传播一些消极的思想和情绪。和这样的人走得太近，久而久之，你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，变得消极沮丧。真正聪明的人明白，自己的心力是宝贵的，不能浪费在这些消耗自己的关系上。他们会选择和积极向上，能够给予自己正能量的人交往，让自己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。人生苦短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感。要学会做一个自洽但绝情的人，敢于舍弃那些无用的关系，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，投入到那些能够滋养自己生命的人身上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人际关系往往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无数次的经历证明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往来，就没有情感交互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现实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当我们自身没有核心价值的时候，不要指望会遇到所谓的伯乐或贵人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，人们更愿意与那些能够为自己带来价值的人建立关系。所以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，不和多数人搅和，也不必混圈，而是笃定地提升自己的利他价值。提升自我价值，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，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。这可能包括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，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修养，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，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等等。只有当我们自身具备了足够的价值，才能吸引到同样优秀的人，建立起有质量的人际关系。而且，在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我们应该从合作的角度出发，而不是单纯的从感情的角度去试图获得利益。谈感情很累且不可控，但谈合作就好多了，彼此踏实，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。通过合作，双方能够实现互利共赢。在合作的过程中，感情也会自然而然地慢慢发展。这种基于价值交换的关系，才是更加稳固和可靠的。例如，在商业领域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之间的关系，最初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。他们通过合作项目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在为彼此创造价值的同时，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，最终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所以，在没有价值交换的前提下，不必和任何人走得太近，那样只会拖垮自己的精力。先专注于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有价值。当你足够优秀时，无数人都会主动跑来与你结识。这就是人性的本质，只向高价值者靠拢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仅懂得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距离，还懂得享受独处的时光。在他们看来，独处并不是孤独和寂寞，而是一种向内求索的圆满姿态，是一种接纳世界真相的坦然。
当一个人老是沉浸在和别人的亲密关系中，时刻处在社交的喧嚣里，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度思考、自我提升。而独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自己对话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和修养。许多伟大的思想家、艺术家都享受独处的时光，并在独处中获得了灵感和创造力。比如哲学家尼采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孤独的生活。在独处中，他深入思考哲学问题，创作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。画家梵高，他的许多经典画作也是在他独处的时光中完成的。他在孤独中用画笔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受。在独处的时光里，我们可以阅读一本好书，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，可以聆听一首美妙的音乐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，可以进行一次深度的冥想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和安宁。通过独处，我们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强大。而老是热衷于和别人过度亲近，依赖别人陪伴的人，往往容易在喧嚣中迷失自己，失去独立思考和成长的机会。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和价值完全建立在和别人的关系上，一旦关系出现波动，就会陷入迷茫和痛苦。真正聪明的人知道和别人保持距离，给自己留出独立的空间，在独处中沉淀自己，才能不断提升智慧，实现人生的成长和蜕变。在人际交往的旅程中，聪明人不会和任何人走太近，他们用智慧和理性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画出清晰的边界。他们懂得尊重他人，也尊重自己。他们明白人性的复杂，不会轻易试探。他们远离消耗自己的关系，专注于提升自我价值。他们享受独处，在孤独中滋养灵魂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都能成为聪明人，在人际关系中保持适度的距离，以从容的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。